一提国共合作，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党抱上了几十万人大党的大腿，但现实是几百人的共产党给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行续了命。1894年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。1905年，联合各革命团体改组为同盟会。1912年，为了参加国会选举，再改组为国民党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1914年流亡日本，改成中华革命党。1919年又改回中国国民党。30年改了5次名，名字越改越响，党却越改越空。这个党从娘胎里就不是一个主义聚起来的党，而是一个反清凑起来的联盟，其中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、地主、反满派、会党、华侨、五湖四海，各怀心思。清朝一倒，共同的敌人没了，这个联盟的魂也开始动摇。孙中山自己总结过党内都是些什么人：投机分子、政客、军阀、市井之徒混入党内。到了1920年代，他的主力成分就是3种人：谋官的政客、拥兵的军人、观望的元老。这3种人有个共同点，都不信三民主义，都信自己的算盘。所以这个党鄙视的病根就是他有主义但没有信主义的人，他有党员，但党员没有信念，而且他闹了30年革命，却没跟这个国家90%的工人和农民发生过关系。30年里，他推翻了一个王朝，却始终是一场精英的独角戏，上面是领袖在喊，中间是政客在混，底下空无一人。这样一个党不用别人来打。1922年6月16日凌晨，他自己人的炮就响了。孙中山最信任的部下陈炯明炮轰总统府，孙中山退到军舰，在江上漂了50多天，直到1922年前后，一个成立才1年，只有几百人的党领着几十万工人罢工，能让军阀的铁路说停就停。国民党喊了30年国民革命，可国民从来没有到场，而那个小党一伸手，工人农民真的站了起来。妻子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偏偏要联合那个小小的共产党，孙中山告诉他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，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。1922年8月底，李大钊在上海拜会孙中山，两人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，两人畅谈不厌，几乎忘食。孙中山摊开了他的底牌，他说光靠兵力统一全国不够，紧接着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，我正在改组国民党，要让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，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。李大钊带来的是共产党的方案，他向孙中山陈述了党刚刚定下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，军阀和帝国主义压在中国头上，单打独斗谁也掀不翻，全国的革新力量必须联合起来。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携手，共同去干这场国民革命。两人越谈越深，孙中山兴起，同李大钊畅论其建国方略，更述时间。这是李大钊后来在狱中自述里的原话。畅谈不倦，几乎忘食。谈到投机处，孙中山直截了当：你加入国民党帮我。李大钊没有顺水推舟，反而把最要害的话挑明了：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，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的。这等于当面告诉孙中山，我可以进你的门，但我的信仰不换，我的组织不脱。孙中山摆摆手，这不打紧，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，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。几天后，孙中山亲自主盟，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随后陈独秀、蔡和森、张太雷等人陆续跟进。进了门的李大钊转过年，在向导上发文章，严厉批评鄙视国民党的问题。这些年国民党荒废了，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功夫，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，不太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。你们光迷信枪杆子，把宣传、组织、民众全丢了。后来在国民党一大的讲台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，断乎不是为取小讨便宜，借国民党的名义运作共产党而来的。而彼时国民党的元老有点坐不住。1923年11月，邓泽如等11名元老联名上书告状，共产党居心不良，是来吞并国民党的。孙中山亲笔批驳，撂下狠话：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，我就解散国民党。1924年1月20日，在广州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。孙中山亲自主持，他说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要开中华民国的新纪元。这次开会就是要办成2件事：改组国民党，再用这个党去改造国家。他还给大会定了3个任务：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，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，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。3个重新等于当众宣布过去30年推倒重来。孙中山指定了5人主席团：胡汉民、汪精卫、林森谢池和李大钊，而台下代表165人，20多名是共产党人。1月23日，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。这份宣言干的事就是孙中山说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。1905年同盟会立下16字纲领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浓缩成3条就是民族主义则是推翻清朝，民权主义则是建共和，创立民国，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。可到了1924年，这3条全空了。清朝倒了13年，这个靶子已经没了。可踩在中国身上的列强旧主义一个字没提，民国建是建了，却成了军阀轮流坐庄的招牌。平均地权喊了19年，1亩地都没平均过，所以必须换成新三民主义，把这3条一条一条重写。首先，民族主义敌人不再是清朝，而是帝国主义。对外，中国民族自求解放；对内，各民族一律平等。革命的枪口第一次正式对准了列强。第二是民权主义，
宣言写道：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，非少数者所得而私，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，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，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。民权是平民的，而汉奸军阀没份。第三师民生主义，一曰平均地权，二曰节制资本。宣言还写明，农民之缺乏田地，沦为佃户者，国家当给以土地，自其耕作。旧三民主义回答的是推翻谁，新三民主义回答的是为了谁。而这份宣言的政纲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原则一致，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共同语言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此立起来了。1月28日，审议章程，火药味来了。广州代表方瑞林起身提案，章程里要加一条，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。他这句话矛头直指共产党人的跨党身份，附议的超过10人。主席宣布议案成立，进入讨论。李大钊彼时站了起来，代表全体共产党员发表声明：我等之加入本党，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，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，断乎不是为取小讨便宜，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。他接着把丑话也说在明处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经孙先生允许的。进了这个门，就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、章程和纪律，如有违反，理应受罚。可国民党既然许我们进来，就不必依猜防治。汪精卫、廖仲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。眼看右派还想纠缠，一个湖南代表起身提议停止讨论，即付表决。这个人叫毛泽东。39号发言，本席提议立即停止讨论，请付表决。表决结果，方瑞林提案否决。1月30日，大会闭幕，开始选举中央。按大会新章程，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最高机关，可代表们开完会就各回各省了。大会散了，党归谁管？归中央执行委员会。这一天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，候补17人，共41人。李大钊、谭平山、毛泽东、林祖涵、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在列，约占1/4。41个委员散在全国，不能天天到场。会后的一中全会又推出3名中央常务委员，常驻广州，天天拍板。廖仲恺、戴季陶、谭平山3个当家人，其中1位共产党员。再往下是具体干活的中央党部，按部门分工，其中2个部最为关键。组织部管人，谁能入党，谁登记在册，谁升谁调，等于攥着全党的户口本和人事大印。部长谭平山，共产党员。农民部管发动农民，部长林祖涵，共产党员。再看底下具体办事的，工人部秘书冯居坡，农民部秘书彭湃，还是共产党员。这一年，30岁的毛泽东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而彼时的蒋介石连中央委员会的门都没能进去。国民党1大，蒋介石党内论资历、论地位都排不上号。但蒋介石这货后来死皮赖脸，硬蹭给他蹭到一个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。李老，您是主席团成员，德高望重，还望您老多美言几句，铮不胜感激。原定方案，蒋介石并不是当校长，而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兼副校长。1924年2月21日，筹备最吃劲的时候，蒋介石留下一纸辞呈，悻然而行，跑回奉化老家。蒋的秘书突然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，宣布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。筹备处马上解散，当场给每人发遣散费，军校差点胎死腹中。随后，孙中山、廖仲恺、胡汉民、戴季陶轮番电报轰炸，许崇智亲赴奉化劝架，一个副校长人选逼得半个国民党高层给他发电报。1924年4月21日，蒋介石千呼万唤回广州。5月3日，孙中山正式任命他为校长。蒋介石虽然打仗猜出新高度，搞经济也是一头烂泥，但在搞内斗权谋、分化拉拢、蝇营狗苟这些玩意是非常的拿手。所以后来的国共合作，就是蒋介石为了独吞革命果实，不顾国家利益，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，公开背叛孙中山3大政策。